大家好，我是阿 King，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那我们在前一集的影片当中呢，有跟大家介绍了我的第一支音乐就是这支放手的创作理念。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諮商心理师 Tony。大家好，我叫 Tony。好，那今天呢，为什么要找 Tony 来呢？就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离别或者是一段关系的结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一定会产生两种，一个就是接受，一个就是抗拒。简单讲，可以分成这两。那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透过心理师的角度来带着我们大家一起看看，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去面对。好，那首先呢，我想要请问一下 Tony， 就是说，当然啦，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正常人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抗拒，对不对？那就是当这个感情或者是这个关系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判断能够紧握，还是应该要放手？就好像我常常在那个厕所我的小便都会看到它上面写那个征信社的广告什么抓猴啦然后他就一定会写4个字感情挽回。那我就很好奇，就你去抓到了，那又怎么样？是真的抓到之后就可以挽回你的感情吗？我觉得可能得先在这之前有一个对于关系的基本的认识。那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它并不是关系，它是一个比较难用逻辑心理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即便是事实摆在眼前，可是关系被结束的这一方，却还是没办法去在这个结束或不结束这样2选1的选择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因为他没有办法用逻辑的思考。那第二个的状况是，这个关系能够紧握，或者是这个关系得要放手这件事情，看似表面上是一个选择，好像是会有答案的，就是要么握，要么收，这种情况。可是实际上呢，它却是一个假的问题，也就不会有答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当你已经决定好要放手，其实你就不会有紧握的挣扎。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会困难，而是在于为什么这段关系现在让你这么痛，可是你却放不开手。所以它并不是选择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单向的疑问句。在这种情况下，你比较能够去理解，这样的判断其实是一个必经的挣扎历程。那你说心理师难道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我觉得也不是的，就是我们去判断这个关系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在这段关系目前，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不是还有沟通的机会，还有彼此愿意去修补关系的意愿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关系紧握或放手的判断。对啊，其实像我的初恋，那个时候分手也是蛮突然的，对，就突然被提分手。那一开始我都会觉得还有机会，当他在细数我的各项罪状的时候，你知道分手一定就是讲为什么怎么样，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好，应该还有谈的空间。但是当他最后跟我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他说我已经不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对，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说 OK 好，那就没什么好谈的。对，所以这句话好像已经封杀了理解这个。对，就是我自己知道，如果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连喜欢这件事都已经不存在了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谈的。所以我当下就掉头就走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公园哭。对，因为我不喜欢拖泥带水啦，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就是一哭闹山上一样，然后女生就会心软。对。那可是我觉得通常那个时候你得到的是担心，而不是感情。对，因为女生她是因为担心你怕你做傻事，所以她才勉强待在你身边，但是你得到她的人，你得不到她的心。那再来第2个问题，我想要请问Tony，就是说，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有这种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协助？
然后甚至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刚好自己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有时候，像我之前在处理我刚刚讲那个朋友的状况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都一群朋友都很想要去帮忙他，但是那个负面那个漩涡实在太强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行，我们好像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也被卷进去了，后来我就抽身，我就选择不管，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啦。对，当然啦，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状况很严重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咨商师的那个帮助。那如果还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下，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人？我觉得当你如果先理解到他需要的不是逻辑性的答案，而是情感性的支持，这个时候你比较知道怎么帮忙他。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像是你遇到去面对失恋的朋友，或者是看到别人在照顾他的时候，明明都已经是很明确的状况了，可能都已经拍到他跟另外第三者一起出游的照片，或者是抓到一些证据了，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我们人遇到一个跟我们预期中惊吓的事实的反应，其实第一步会是先否认的，你会抗拒去接受这个状态，因为接受这个状态本身太令人觉得害怕了。那面对害怕的时候，其实人会很习惯的去躲起来，或者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接近他，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张开你的耳朵，倾听这件事情，去试着听见他在这个经验里面中，他现在的状态感受到什么。那如果当你耳朵张开的听，你的人也陪在他旁边的时候，你才能够进步，有机会让他感觉你是在跟我同一侧的，我被你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他才慢慢的得以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创伤经验中，慢慢的让自己的状态恢复过来。那如果是自己呢？我觉得通常当我们如果是那个失恋受伤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我的脑中会充满各种的不解。为什么这个人离开了我对他不够好吗？或者是那个对象真的有比我好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的关系，这8、9年、10年的关系，难道在他心中就不算什么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了这个我称之为为什么的思考陷阱。因为其实答案很简单，但是一般的人是在遇到这种状况之后是难以接受的。就好像谈恋爱是因为你爱这个人，那关系的结束其实就是因为我爱这个人，这是一个答案。你说心理师怎么可能？他都还会传简讯给我，或者他也会follow我的 FB、IG 按赞，然后问我说最近过得好吗？我才不相信我们这么长久的关系经营，我们这么长久浓厚的情感就在这一瞬间就结束了。我会要告诉你说，你说的是对的，其实他不是不爱你，但是目前你们两个人拥有的爱没有办法再去支撑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理解到这一点，你比较能够去排除身上那种是我不够好的感觉，不是我不好，而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爱不足以支撑这个关系。所以问题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们两个经营关系的状态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把问题去个人化。那当把问题拿出来看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面对这件事情。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Tony 来到我们现场，谢谢。好，谢谢大家听，谢谢大家。那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麻烦帮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开启小铃铛。好 ，OK，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